大家好，我是 Younger。如果我告诉你，今天新加坡公布的一条地铁规划，很可能正在决定2040年的房价走势、人口流向，甚至未来哪些区域会成为新的发展中心，你相信吗？最近，陆路交通管理局公布了一项重磅消息，备受关注的十里达线和登嘉线有了最新进展，而且官方在最新招标文件中首次将两条线路统一命名为十里达登嘉线。很多人看到这条新闻，第一反应可能是又有新地铁要建了，以后出门更方便了。但如果你仔细研究新加坡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历史，你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规律：新加坡修地铁从来不只是为了方便大家搭车，每一次大型轨道交通建设的背后，往往都对应着一次城市版图的重新规划。今天公布的十里达登嘉线，也许不是简单增加几座车站这么简单。它更像是一张提前20年绘制好的未来地图，而这张地图正在悄悄改变未来的新加坡。先来看这次公布的新规划。早在2025年3月，交通部长就在国会首次透露了两条新地铁线路的构想。到了2026年5月，陆路交通管理局正式启动可行性研究招标，研究内容不仅包括技术可行性，还包括环境影响、土地开发、工程成本以及未来人口需求等多个方面。这里有一个细节特别值得注意，在官方文件里，十里达线和登嘉线已经被统一称为十里达登嘉线，这意味着政府正在认真研究将两条线路整合成一条贯穿全岛北部、东北部和西部的新地铁干线。如果最终落地，这条线路将服务乌兰、三巴旺、盛港西、石龙港北、黄埔、嘉冷、南部滨水区、登嘉、五级巴都、女皇镇以及红山等多个区域。换句话说，未来从北部到西部，从东北部到市区，可能会被一条全新的轨道交通主干线连接起来。很多居民可能觉得这不过是增加一些交通选择而已，但实际上这样的规划在新加坡并不常见，因为每修建一条新的地铁线，往往都意味着政府已经开始为未来几十年的发展预留空间。尤其是这次覆盖的区域，很多都是未来重点发展区域，比如登嘉，比如乌兰，比如盛港西。这些地方未来的发展很可能远超很多人的想象。很多人以为城市先发展起来，政府才去修地铁，但新加坡恰恰相反。新加坡往往是先修交通，再发展城市。看看过去的案例就知道了。今天大家熟悉的榜鹅，当年其实是一片相对偏远的区域，后来随着东北线建设完成，大量住宅项目陆续开发，学校、商场、社区配套不断完善，榜鹅逐渐成为新加坡最重要的新镇之一。盛港也是类似的故事，地铁网络建成之后，人口迅速导入，商业活动不断增加，区域价值不断提升。裕廊东更是典型案例。过去很多人觉得离市中心太远，但随着东西线、南北线、裕廊区域规划逐步推进，裕廊东如今已经成为新加坡最重要的区域中心之一。这背后其实反映的是同一个逻辑：交通决定人口，人口决定商业，商业决定区域价值，而区域价值最终又会影响住房需求和城市发展。现在政府重点推进的登嘉新镇，其实正在重复类似的发展路径。很多人觉得登嘉现在还不够成熟，交通不够方便，商业配套仍在建设，但从政府的规划来看，登嘉并不是普通的新住宅区，它是新加坡重点打造的森林智慧城市。未来不仅会承载大量人口，还将成为西部发展的重要支点。而十里达登嘉线的出现，本质上就是提前为这些未来人口做好准备。同样的逻辑也出现在乌兰。随着新柔地铁系统建设推进，乌兰未来将成为连接新加坡与柔佛的重要门户。交通网络越完善，区域吸引力就越强。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大型基础建设项目都会提前10几年甚至20年开始规划，因为城市的发展周期本来就是以几十年计算的。如果把十里达登嘉线、跨岛线和裕廊区域线放在一起看，你会发现一个更大的趋势正在形成，那就是新加坡正在重新塑造整个国家的发展格局。第一个趋势是北部崛起。过去很多人觉得北部距离市中心太远，
但未来情况可能完全不同。随着新柔地铁 RTS 投入运营，马来西亚与新加坡之间的联系将更加紧密，乌兰将成为跨境交通的重要门户。再加上史里达登嘉线的规划，整个北部区域的重要性正在快速上升。第二个趋势是西部崛起。政府这些年一直推动玉郎湖区建设，希望把这里打造成为第二中央商务区。与此同时，玉郎创新区也在不断发展。未来越来越多企业、科研机构以及高端制造业将向西部聚集，而登嘉、五级巴都以及周边区域则将成为支撑这一发展战略的重要居住区。第三个趋势是去中心化发展。过去很多人每天都要往来佛石坊、滨海湾方向通勤，未来政府希望形成多个区域中心，让居民在离家更近的地方工作、消费和生活。这样不仅能够缓解交通压力，也能提高整体生活质量，而地铁网络正是实现这一目标最重要的基础设施。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今天看到的是新地铁线，但政府真正建设的其实是2040年代的新加坡。那么问题来了，这场持续20年的基建升级，谁最受益？首先是沿线居民。对于很多长期依赖巴士换乘的居民来说，未来拥有直达地铁连接后，通勤效率将明显提升，尤其是盛港西、石龙港北以及登嘉等区域，这些地方过去一直被认为地铁覆盖不足，未来情况将发生明显变化。第二类受益者是未来购房者。每一次大型轨道交通建设都会改变区域吸引力。虽然地铁并不一定直接决定房价，但交通便利度始终是影响住房需求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登嘉、雾兰以及部分西部和北部区域，未来都值得持续关注。第三类受益者是年轻家庭。新加坡未来大量新增住宅将集中在新镇区域，更完善的交通、更完整的社区配套以及更多公共设施，都将提升这些区域的居住体验。第四类受益者是企业和就业人口。随着区域中心逐渐形成，就业机会将更加分散。未来未必每个人都需要进入市中心工作，更多工作岗位将在西部、北部以及区域中心出现，这也是政府长期推动去中心化发展的重要目标。回顾这次新地铁规划，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很多国家的发展模式是人口来了，房子建好了，交通不够用了，再开始修路，再开始补建基础设施，而新加坡恰恰相反。很多时候人口还没到，新镇还没完全建成，就业中心还没成熟，地铁规划已经提前启动。从史里达登嘉线到跨岛线，再到玉郎区域线，表面上看这是交通工程，实际上这是一场覆盖未来20年的国家级基础建设升级。它规划的不只是地铁站，而是未来人口在哪里生活，未来企业在哪里发展，未来哪些区域会崛起，未来整个国家的经济活动如何分布。今天我们看到的是招标文件，是施工围栏，是工程规划图，但到了2040年代，当这些线路全部投入运营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新加坡，新的区域中心，新的就业热点，新的居住版图，甚至新的城市格局。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未来只能选择一个区域长期居住，你会选择登嘉、雾兰、盛港还是玉郎？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答案，记得点赞、分享视频并订阅频道。我们下期见。